1分钟搞懂可以申请到碳权的人工减碳有哪些？嗨，我是清慧博士，用大白话来帮你厘清复杂的碳权知识。自愿性碳权专案申请制是说你有一个好点子，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学，做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超长期的承诺和规划，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发证单位就会发放减量额度，也就是我们中的碳权给你，让你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要申请碳权有2大种类，一个是碳汇，就是把碳储存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减碳，就是人为的减少碳排放。你心中想要的边减碳边赚钱的低碳行为，应该都算是这一类的。可惜的是还是需要有适用的方法学，才有机会可以申请哦。那目前有哪些人工减碳项目是有方法学可以申请的呢？主要可以粗分成3大类。1. 转型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储能也算在这里。但是请注意哦，如果这些再生能源有申请绿电凭证的，就不能再申请碳权咯。2. 提升能源效率，减少总能源使用量，像整个事业体换装 LED 灯、换变频空调等等，只要量够大，容易计算和验证，就可以申请。3是低碳生产设备，减少单位碳排放，像更换使用燃料也算是这一部分，像汰换锅炉或者是换电动公车，重新设计产线，只要有明显的减碳效益也是可以申请的。国际上有些给最低度开发国家的政策补贴，像是非洲有给贫苦家庭更换比较有效率改烧天然气不烧木材的一些清洁炉灶计划，在国际上也是可以申请碳权的。如果你不清楚怎么样可以帮自己的公司做最好的碳权规划的，那欢迎来找清慧博士咨询让我用我的碳权专业帮你省下大把时间、大把精力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去发展自己长期的减碳工作啊。好啦，如果你想要持续了解更多的碳权知识，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要是你有任何对碳权的疑惑，也欢迎到盖亚律私塾的脸书社团找清慧博士解惑。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清慧博士，我们下个影片见，嘿，拜拜。